这个视频主要是演示一下看总线的解码功能。然后我们是用的一个 A02，OSC A02，它带硬触发啊，然后采样率比较高一点，所以我们看总线速率高点，我们优先用这个来演示。然后这是一个看模块，它可以两路看，是自发自收。我们现在给它接了这个自发自收。有个上位机控制它发送看数据，然后接收看数据。我们用它来示波器接在它的两端来验证它的看数据。这是两个通道，示波器的两个通道，我们分别接在看 H 和看 L， 就是高和低两端。不接地，因为看是差分的，它没有地。那我们其实都是用 USB 同一个电脑供电的，其实它们内部已经是相当于供地了。那我们就不接地啊。你真实测看的时候，它的主要的它的设备和你的电脑，比如说是地是连通的，你也没有必要接地了，因为它也没有接地端啊。那就是差分对儿，那这是一对差分，我们接着，我们接了两个 H 和 L 的差分对儿。其实我们解码的时候，你可以接两个。你也可以接一个，你只要甚至你都不需要知道你接的是 H 还是 L， 当然你知道更好。那是因为看的 H 和 L 是相反的啊。如果你要查问题，你就可以接两个，看它是不是相反的，找问题。那像我们的这个电压大概是个几伏啊，所以我用乘一档。我不知道你的那个看，如果它是十几伏或者多少，你可以打到乘10档啊。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接线。设备就是这样子，上围机这个是我们的A02的上围机啊，你看我现在是接的，它的有个电压，默认有个2.5伏左右的电压，我拔掉它就会回到0了啊。那就看这个信号上电以后，它的高有一个电压，然后我们这边会有一个看的上围机，我会把屏幕录下来啊，你可以看到屏幕录像，我这边先清空一下啊。它可以发数据，好，大概是这样子。那首先，其实我们抓数据，比如说我们现在我只发一帧数据，那我是需要触发的，用到它的触发功能。我们需要先用一个长的时间档位来看一下你的我到底触发电压设在哪儿？比如说，现在把触发打开，这个触发电平我到底设在哪儿呢？当然，比如说，那我知道它默认是在这个位置，那它 H 它肯定是这样子去跳的，那我就把触发电平设高一点，或者是你就采一个大的时间档位，比如说，假设我就用100毫秒，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时间档位，然后用峰值模式，这样就很细的尖刺就不放过，然后我这边发一个数据。好，你会看到闪过去了，发一帧数据，会看到在这儿跳一下，看见没？就跳这么高，看，所以它的数据的电平高度应该是在这么高的，所以我就把触发大概设在这个位置就好了，它就可以触发到了。那然后我们就可以用小一点的时间档位，比如说这个。触发打开，触发单次啊，单次触发，发送，好了，它触发到了，在这儿，好，这样子我们就看到看的数据了啊，但是现在还没有解码这边打到乘10了 ，B 通道打到乘10了，我再触发一下。这边没打开，不好意思。这个发送一个数据，好，这边触发，发送一组数据，触发到了，我再暂停掉。你可以看到 B 通道的是向下的，就是 L，A 通道是向上的，是个这样子的差分对的。然后我看，但是这样是解码不全的。你看它
一屏，它太多了，一屏显示不完。那我们的解码是针对一屏幕之内的完整帧进行解码的啊，这是有个限制。所以你这样太宽了，其实你要知道哦，那你就要调小你的时间档位啊，比如说在这个档位，要不然触发，放松 ，OK。好，这样其实是可以显示在一屏之内的。当然，为什么你看我麻烦的要拖下，是因为我刚才把触发位置拖到那儿了。啊，触发位置拖到这儿，拖到哪儿它就会在哪儿。我们的这个触发位置是可以在缓冲区内任意拖动的。那屏幕显示的这个其实只是这个区域，所以我刚才触发位置是在屏幕区域外的。这样我拖到靠前，你其实把后面的数据看的会更多啊。那当然为了方便，比如说我就拖到中间吧，啊，它就会从这儿出发。你看，我把触发打开，单次触发，它就等待数据，我这边发送一组数据，啊，它就从这儿出发。啊，你每次就不用拖拉了。好，假如我们就从这儿开始。就是刚才说的，我们已经捕捉到了，用触发捕捉到了一帧的看数据。为什么触发电瓶设在这儿？啊，这前面讲过了，就是你要观察，你比如说你以这个为解码线 H， 那你平时它的电瓶在这儿，那到底设在多高呢？那你会用一个大时间档位，因为大时间档位你可以看到它。不会错过去，对吧？小时间档位它可能一闪而过，你看不到。大时间档位它，比如说100毫秒，你会看到它大概这么高，然后你就取在中间一点就行了，那它就会捕捉。刚才也说了，触发的位置你可以选在这儿啊，你可以选。然后接下来，那你现在触发结束了，你现在把它暂停掉，啊，暂停掉了以后，你其实就可以左右移动。然后找它的那个位置，比如说我长在这儿，刚好它在一屏幕之内。刚才也提了，你的解码是对这一屏幕之内的数据进行解码，所以它需要有完整的结构，有针头，有针尾啊，就是看的一些标准结构。当然，你看我发了一帧，这很明显就是一帧完整的数据，那就可以解码了。解码的时候，你可以在这儿啊，但是这是个英文版的，最终国内客户买的是中文版的啊。我只是用了一个英文版的演示，它会在这儿有个解码选项，就在这儿旁边，解码啊。这个当然触发你刚才没看清楚，触发就在这儿，看这是 A 通道的，那 A 通道触发这儿有个触发选项卡，啊，然后你的解码就在这边，这是打开关闭，啊，选择看，平时它可能不是看，对吧？它可能是窗口呀 iPhone C、SPI，你选择看，然后你点开始。打开，那这边会有单线解码。单线解码就是说你自动单线解码，比如说我黄色的这个通道 B 根本就没接，或者接了我就选单线解码也可以。这就我前面提到的，你可以2根线都接，你可以用1根线，因为它是明显是对称的啊。也可以双线解码，双线解码就是你用这2根线啊。A 是比如说 A 通道是看 H，B 通道是看 L，A 通道是看 L，B 通道看 H， 那你其实简单起见就用单线解码就好了。单线解码 auto 的话，比如说那我会 auto 它会自动判断这到底是看 H 呢还是看 L 啊。当然你比如说明确我知道这是看 H， 我就选它是看 H。当然你说我选错了，它是看 L， 那解码一看它其实不符合看 L 的，它可能就解不出来。啊，这是可能你解不出来的问题之一，那你一定要选对，你选不对你也不知道，你就 auto 啊，我们会自动判断啊。当然2线解码是一样的，比如说2线解码，我选错了，A 是 L，B 是 H， 明显不是，那它解不了，那我选对了，那它就解了啊，是这样。然后这边要选帧，那其实你要选，因为我发的是一个数据帧，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边是发送，这边是接收啊。我发的是同样的内容，可以在这看到，每次发送1帧啊。然后帧的 ID 是0，数据是010000一直到07，8个数据啊，发送了1次。然后帧类型是这次发送的是标准帧，然后是数据帧啊。一般我们用的都是数据帧，因为你是看总线是要传数据的啊。那你这边就得选数据帧。假如你不选数据帧，你觉得是远程帧。
它是不对的，因为它本身就不是远程针，对吧？好，数据针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解码其实就完成了。看解码，你可以看一下数据0001020304050607，好，校验位2568，啊，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好，那这是双线解码啊，单线解码可以。然后你会发现你看，比如说我这样拖动是可以的，但是比如说我拖动到这儿，再往这边点。好，你会发现它又解码了，然后是错的，为什么是这种情况就是错的？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说了，看解码是在这个屏幕之内开始的，你把前一段数据移出去了，它不知道你前面有一段数据，那它从这儿开始一直找，从这个地方它满足了看的真格式，那它真的就从这儿解，那后面都满足了，然后就解出来了。那当然这个是错的。为什么是刚才说了，就是因为你把它的真正的针头给去掉了，这也是错误的。好，真正的针头是从这儿开始的，那它从这儿开始解。好，还有一种是看解码的整个流程看到就是这种是我们先把数据抓到了，好，先把数据抓到了以后你再解的。其实还有一种做法是，我们原来是这样子解的。其实你可以先把看打开，先把看解码打开，然后我再来抓数据。比如说我就是这个档位，我已经试好了，或者是我已经算好了，然后我把看解码已经打开了，我就等着数据了。好，我就在这等数据。那我们这边换一下数据啊，真 ID 是个5，然后这边是个0，比如说0504A677之类的标准针数据针啊。好，放松一下。好了，它就已经解出来了。它抓取的同时，因为你提前开了解码，让我们对一下数据。再上一点。真 ID 是50505，数据0509120374A6这77全部都对上了。这就是一次成功的完整的一个解码。好，那我们来看看你如果抓的很多的话，比如说抓的很多，它可能就一屏显示不了，那就这样子，我把它的这是我昨天拍了一个视频说了一下这个功能在缓冲区里移动触发位置的功能，我必须打开，然后它才生效。我移到这个，尽量靠这头。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每帧递增，每 ID 递增，然后每次发10帧然后这边等待单次触发，然后它就会一直等数据。好，发送，你们可以看到我收到了这么多数据。那其实我把它暂停掉就可以移动了我从第一帧开始，从头上开始，数据都是一样的。刚才就是真 ID 它是递增的看它解出来第一帧 ID 是05，数据刚才是一样的。然后我可以用键盘上的右箭头，然后移动。好，我把它第一帧移出去，第二帧出来了 ，ID 递增了是06，对吧？数据也都是对的。好，然后把它移过去看第三帧，好，第三帧出来了，对吧？然后移过去看第四帧，第四帧出来了。好，我把这个截个图截图保存一下。好，移过去看第5帧，我一共发了10帧，对吧？好，这是第5帧，第6帧。好，它的 ID 一直在增当然我可以这样子移，对吧？这样子就快一些。好，这就是你的看数据，10帧的看数据。当然我可以来演示一下它的别的帧，这是标准帧，对吧？我
可以做一个扩展帧，扩展帧也可以有数据帧和远程帧。比如说扩展帧的数据帧，你有些是标准帧，有些是扩展帧。我大概那我就还发单帧吧，啊，稍微改一下吧，18吧，这个为了区分啊，889867吧，啊，随便改一个，然后发送，这边已经捕捉到了，好，我的暂停掉，移动到这儿，哦，这就是一个扩展帧，啊，扩展帧你会发现它这边增加了一些 ，ID 也会增大 ，ID 的长度会加大，啊，这现在是08，当然你可以更复杂、更长的 ID。扩展帧这边也会有 DRC 校验啊，这边 CRC 校验中间的数据，这也解出来了。然后再演示一下远程帧，好，远程帧，这扩展帧里的远程帧就没有数据了啊，就不设了。好，发送了，它也捕捉到了，在这儿。哎，不好意思，这个位置太靠前了，针头没有了。好，看靠中间一点。就在这儿吧，好，先捕捉，发送，好，抓到了，它没有远程帧，没有数据，只有 ID 啊和一些校验，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你的看解码在这儿，数据帧、远程帧，就是你把它双选了，你看双选了，数据帧也能解，远程帧也能解，所以你刚才数据帧它就解了，远程帧它现在也解了，如果不选它就解不出来了啊。这样子的，那基本上那看总线基本上都是这些形式啊。你解不出来的情况可能有，第一个是你触发的位置，你比如说触发你设在这儿，它肯定没有穿越的这个动作，它肯定解不出来，对吧？你弄到这儿也不行，或者是你选错了，是看 H 还是看 L 啊，对吧？或者你选错了帧，它可能是数据帧，也可能你不知道的话，你就都给它选上，对吧？啊，这个是从高位到低位还是什么？这个你选错了，它这解是个错的啊，这都有可能啊。大概的一个看解码就是这样的。